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出现探底长下影，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止跌信号吗？最近2天市场急跌，但阿哲相信有收听阿哲视频的同学们，短线应该提前规避了。我们盘前的广播也多次的提醒，小心回调的短线风险，但也借助本次的下跌。APP、阿斯麦、MSTR 等一众个股也出现了不错的买点可能。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8期的视频，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通过 K 线、浪形以及点位的测算来讲一下纳指的市场观察。而对于市场有了一个简单研判之后，我们再会去讲到个股。那么这一个顺序，相信大家会有所了解。如果不是对于市场有所判断，最近会有调整，我们开始呢去规避这种回调。那么很多时候个股如果出现买点，在这种位置下的调整中，你去买进，哪怕你的买点平时再怎么高概率的胜算，指数一旦下跌，很多个股它的买点再好，也会受到被拖累的可能。所以目前的指数如果真有出现买点或者说止跌的现象，那么个股它们的买点才会更加的有机会去把握。而个股上我们依旧会讲到以下的标的，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以及 Coreaway 等一众个股，都是我们日常会去分析的标的。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带来些许帮助和思考。而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阿哲依旧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方面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或时间呢比较着急，那么阿哲的建议是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阿哲呢把今天的所有内容个股的时间都分成了时间轴，那么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相信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叫做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呢，是阿哲日常所去看盘时所关注的几种阴线的其中一种。在这一轮强势的上涨行情当中，它总共出现了3次包括我们最新的昨天的这一次。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关头阴应该特别的熟悉，阿哲讲了不下数十遍了。那么您可以跳过这一部分，直接看到下半部分。而如果是新同学，那么我们来到这一个面板。什么叫做关头阴线呢？它是在上涨行情当中，当然有时候也会在下跌出现我们等会会讲到，出现了一根阴线，它的特征就是开盘价等于最高价，它就为关头的阴线。它的市场含义呢，分为出货和砸盘。如果你本身有所盈利，那么上涨时遇到，一般要先去卖掉或者说减仓。关于这一点，相信大家有所理解。你看到前期的这一个关头阴线和这一个关头阴线，你遇到它之后去卖掉，一般短线能够规避一次调整，至少短线上的回调能够去规避掉。那么这是在上涨时遇到它有利润，应该短线跑或者去减仓。那么第二部分，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卖了之后，它可能后面还会涨。所以波段的角度中，关头阴的高点为强压力，至少为中期压力。如果机构真的是想要出货，那么这个高点一般是很难去突破的。而越是被快速突破的高点的关头阴线，越是反映前期下跌，它是资金的砸盘行为，而不是一种出货的现象。我们再举前面的案例，这个关头阴线是不是出现之后第2天确实下跌，但是也是一根长下影线，而后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高点很快被突破，后续呢转为支撑，而后产生再次的中期行情。那么这就是一个关头阴被短期突破后作为买点的一个例子。而我们再往下来看，第3点呢，要注意的是关头阴的低点被破位的越深，突破关头阴后首次涨幅它会越小。那么关头阴的高点突破最好是快速的大阳线突破，亦或者是有比较明显的缺口突破，这是比较 OK 的。而在第3点当中呢，阿哲所要举的案例呢，就是最近所产生的这个关头阴线。我们在之前突破的时候也分析过，它就是第3点，它的低点呢被跌破，而且破得很深。那么后续想要去突破之后立马启动行情跟前面这种一样能够去启动行情，难度是不小的。所以这种突破呢，一般首次的上涨你是不要太过于抱有期望的。那么回调之后能踩到关头阴的高点不跌破那个时候再去看有没有行情。但是
本次的下跌回调，我们没能等到有效的回踩，而是直接被击穿，所以股价呢再次下跌，来到关头阴前期的低点这里，再出现一根关头阴线。那么现在看到这根关头阴线，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关头阴它是不太好的，但是在上涨而且是利润堆积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关头阴是不太好的。而下跌途中所出现的关头阴呢，很多时候它能够构成买点。我们知道它的高点为压力，那么也就是说，结合长下影线的现状，我们一个更加明确的日线看涨点，就是有一根不错的阳线。大家注意了，要不错的阳线，不要是长上影线，不要呢是一根十日线，而是不错实体的阳线，仿包关头阴的高点，那么则作为看涨点，再次能够去看涨。而以它的关头阴高点作为防守，跌破离场。突破站稳，依旧波段看涨，这是从 K 线的角度最简单、目前最容易去判断的接下来行情的一个方向。如果它又是一个压力，或者说又突破失败，那么小心还有更深的跌幅，那么探底神针就无法探底，这一点要特别铭记。这是第一部分光头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方面。关于这个关头阴的高点，越快突破越好，最好是3天内突破最好。而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关头阴它应该是稀有的架柱。就比如说指数这一波上涨就出现了3次，那如果你的股票它天天出现，那这种呢就不是稀有的价值了，你的股票当中就没有必要去看光头阴，它不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是纳指的浪形。那么阿哲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内都一直在强调那么从前面这一波股价4浪低点启动到目前为止5浪的寻找，那这一个高点会是5浪吗？它是本次4浪低点调整之后首次出现能够算是比较升幅的调整，它会成为5浪高点吗？目前还不可而知，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确认。如果假设后续的反弹当中无法去创新高，而后再次回落，那么这个时候则很明确它是一个5浪调整的开始。但当前只是一波单边的调整，无法去判定它是否构成5浪高点。但我们可以去一步一步的跟踪，第一步跟踪就是多方的强弱变化。目前股价的跌破是把前面所讲到的临近支撑这个灰色块给跌破了，跌得很是爽利。那么这次跌破之后呢，它的价格是来到了一个支撑位，那么这个支撑就是前期我们所去测算的某个压力位 0.5 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是20,916.6，而这个价格曾经被突破有效，那么这次的回踩它转为支撑。而昨天的长下影线最低点呢是20,905.99，基本上呢是碰到之后就出现止跌上行。那有没有机会能够在盘中可以去把握这种反弹呢？其实是有机会的，你只需要一点点技巧。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这个广播呢，您只要是今天订阅阿哲的同学，您未来的1个月内都能够去免费的收得到这条盘前的信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我最新的观点，会比视频更加及时。您去找 Jacky 老师订阅之后领取即可。昨天阿哲有讲到，在30分钟呢，市场的趋势已经转为了一个空方趋势，而107天均线附近出现了白 K 加低洼区。如果白 K 突破日内将有反弹，那么可以去关注反弹的力度。所有的白 K 是阿哲交易信号当中的一种抄底的信号，是一种极度超跌的行为。最近的这种连续下跌已经构成白 K 出现，我们看一下30分钟的白 K 究竟在哪。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30分钟图表，从前期的高点下跌以来，哪里是一个白 K 呢？就是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连续的白 K， 白 K 产生，说明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的波段超跌的角度，至少30分钟已经出现波段超跌。我们在昨天我们的内部课程当中，是不是也反复的提及，什么时候市场会迎接一个不错的反弹呢？就是白 K 被突破的时候。那么这一根阳线，它就是白 K 突破，白 K 消失，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所以从这根30分钟的阳线开始产生了一波反弹，而这波反弹呢，目前是对于30分钟图表当中的黄色带展开一个攻势，它能不能去突破黄色带，就是本次上涨关头阴线能否突破的关键了。如果价格走势连黄带30分钟都受阻，有很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个关头阴线很有可能表示还有下跌空间。所以我们看一下30分钟目前黄带的高点压力，它是21,227.89，那么当前的股价非常靠近，而它的下沿是多少？我们放大去看，它的下沿是21,120.83。如果股价今天还能够再次收阴线，而且是不错阴线，把这一个黄带给跌破，那么30分钟将会再次面临危险。而如果股价不止跌破黄带，还把前面的
白 K 给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一波反弹结束了。而后就结合日线的光头阴线，那么这里的下跌就还没有停止它的昨天长下影线，只是反弹而已，就千万不要随便大仓位的进场，波段买点还没产生，目前只是短线日线级别的一个反弹而已。而我们再来看到有关标普的一个九转。九转呢，属于上涨一种停顿状态，或者说衰竭状态，所以价格股市出现上涨遇到9，是不是容易出现调整？那么之前的9是不是都出现了调整？只是这种调整呢，它究竟是单边调整，还是出现9周是横盘调整？那么这呢是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遇到9的时候，你再去买股票就相对激进了一点。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9出现时你要注意了。它的高低点周画线跌破9的低点，小心调整出现，它可能不是震荡。而如果它的9的低点呢，它是一直没有有效跌破啊，那这可能是一个震荡，后续再次突破啊，行情启动。包括这个9是吧，一直没有跌破低点啊，然后后续呢启动，那么它是一个震荡。那么像这个9呢，低点直接被跌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调整。那么这个9呢，它是低点被跌破啊，所以是一个比较单边的调整。那么从标普的角度来讲，这个9被跌破之后，它一般会有压力，股价后续如果真能走出不错的日线反弹，那么正常来讲，这将是一个9转的压力位。所以以上内容就是对于纳指标普，我们再次呢从日线和30分钟再做了一个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点赞。而假如您的时间还相对的充裕，那么阿哲也同样希望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而在这里，阿哲要做一个强调，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假如阿哲所讲的知识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阿哲也比较希望在首次见面之后，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同学，同时您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次公开的直播和课程，那么您都可以在阿哲首次公开发布之后，您可以第一时间得到系统的通知啊，这是粉丝订阅同学的一个权益。感谢您的订阅和老同学的点赞评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关于日内的撑压。阿哲平时呢会把日内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也公布给大家。如果您是做短线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方向。我们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会把每一只标的啊，在今天周四盘中的关键支撑压力都告诉各位，这是每一期视频阿哲都会去做的事情。那么也希望能够对短线的同学也同样有所参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呢，就是阿哲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的所有内容了。除了关于指数的分析之外，阿哲还会把我们平时视频所分析的一些个股，把它做一个跟踪，当然不是所有啊，就是部分的短线和波段，每天都会去更新它的一个观点，它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呢可能会更具有时效性一点。然后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个股以及指数的点位的测算了。像指数昨天所给到的有2个点位，一个是高点压力，一个是低点支撑，每天都会给到。那么怎么去使用这2个点位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每天的收盘价和这一当天的点位去对比，你就会知道短线上多空它的一个转变了。如果收盘价呢是比高点的压力是高的，说明突破压力，短线之内可以说走强，那么多方看涨。如果收盘是跌破支撑，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风险，短线将是一个空方走强，那么多头要小心。而通过这个点位的提醒和收盘的对比，那么你会得到右侧的红绿灯的图表。这是阿哲呢根据这个点位去进行研发的一个指标，阿哲叫做红绿灯。那么在 K 线的底下，你会看到有一些红灯啊和绿灯的表示。绿灯就表示多方强势突破了那一天给到的日内压力，如果是红灯呢，就是空方强跌破了阿哲给到那个预测的日内低点支撑，所以多空之间可以用红绿灯去比较明确的跟踪。我们更多的想要把握的行情，比如说你是做多，那么我就希望在绿灯之后保持绿灯，不要出现红灯，那么这一段行情就是比较轻松能够去跟随的。像出现红灯的时候就开始小心，因为红灯要停，那么多头仓位要略微或者说要开始去减仓了。再走为绿灯，再次看涨，走为红灯，再次停下脚步，短线小心，规避后续可能的调整。出现了绿灯之后，长时间的绿灯则我们一直去看涨，直到出现红灯，或者说直到呢出现某些信号。这里呢，你用红灯去卖肯定就晚了，但是我们是很早之前就提醒过，这里有风险的。
当时通过是黄 K 的跌破开始有风险，而红灯一般来讲是偏往的一个信号，是偏右侧的一个信号了。但它同样也是一个阿哲经常会去跟踪，并且觉得它也是有效的一个方案，因为一旦走出趋势，你用红绿灯是可以跟踪到大部分的行情的。而目前股市走出了红灯，所以哪怕昨天呢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哪怕呢感觉是市场当中要反转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明确一点，当下是30分钟的一个转势反弹，但是在日线级别，它在右侧的角度是还没有构成看涨信号的，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 K 线就类似于前期的这根阴线。你说第二天会不会涨吗？不知道，但是如果第二天有绿灯就看涨，那如果没有呢，就还没构成右侧看涨。所以当下的走势，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价位是21,462.6，所以它呢在光头鹰之下所以它的要求呢可能比光头鹰呢还低一点。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高点压力，它就是一个绿灯，而这个绿灯则会象征的这里有机会再次走出上涨。而假如绿灯 K 线同时突破光头鹰高点的压力，那么效果将会更好。后续呢就以红灯出现作为防守即可，绿灯和绿灯保持则作为我们的看涨信号。而假如今天没有绿灯，而依旧在这之中，或者甚至是还有红灯，那么你就不要随便去波段买进去进场，这里不是一个好的波段买点，至少没有绿灯之前它还不是。不过这里要提醒一句，就是我们每天的盘前的这个点位呢会有变化，比如说如果今天没有出现红灯或者说绿灯，那么下一个交易日可能还有机会出现红绿灯，所以这个价格点位呢每天会有更新。那如果你想要每天去得知阿哲的盘前广播的话，那么阿哲建议是您还未点击订阅同学，那么要赶快点击订阅了。在点完订阅之后怎么去领取呢？新同学听好了，老同学应该知道新同学的话，您看到底下的评论区，亦或者您看到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或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一条评论。在这个评论当中呢，有 Jacky 老师他的一个联系方式是 Telegram， 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Jacky 老师。这位老师呢是阿哲认识了好多年的朋友了，而他在股票行业呢也有10多年的一个交易经验和教学经验，所以阿哲邀请他来为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进行一个技术分析上的指导和答疑，而阿哲的一些订阅福利也会由他为大家去发放，所以大家找到 Jacky 老师之后呢，可以好好的交流沟通，那么去领取专门属于订阅粉丝观众的2重福利。那么何谓2重福利呢？第一重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就是广播的点位预测。福利2呢是进阶知识内部直播。那么第一重福利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更加及时看到阿哲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呢不一定就是100%的正确，但是可能对您会有一些帮助。而第二个福利是阿哲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您除了知道阿哲观点之外，您可能也更想要知道怎么能够学会得出某些观点，或规避某些风险抓住哪些机会能不能自己去看懂市场。那么阿哲也准备了一些知识课程和内部的直播，那么这些内容呢才是真正能够让你去成长，以后更加独立去交易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除了看懂盘前解析之外，您还可以认真自己去学一下我们的进阶的内部直播课程。那么在最近2周，我们一直在讲在多空重构之下如何去保卫利润。可能我们刚开始讲第1节课的时候你还不懂，为什么在上涨时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要讲如何保卫利润呢？那么讲完这套课程之后，你就会知道了，市场经历了一波短线的升幅调整，那么如果这波调整你短线没有去规避，是不是利润就再次的丢掉了？所以我们最近的课题一直是利润如何去保卫，去守卫你的利润。在市场走出了一波相对强劲的上涨之后，很多时候你要想的不是再赚1倍再赚多少，而是想的是我如何能够落袋为安，以及下次如何去等待更好的进场点。那么这2周的课程已经接近结束，那如果您是新同学，跟 Jacky 老师报名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下周的课程。下周课程课表还在制作当中，到时候会由我们的 Jacky 老师为大家去公布。而之前的2周课程，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学习如何能够去在多空重构下去利润保卫，那么您也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去领取他的回放。我们左上角的这一位男老师这位帅气老师就是我们的 Jacky 老师，大家之后呢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沟通。这是阿哲呢专门为订阅粉丝观众请过来的一位教学老师。最后阿哲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之前的盘前广播福利1呢是可能已经终止了这一个免费的时间，就是1个月时间。
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可以为大家去进行一个延续这个体验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的行情可能比较关键，市场的一个涨跌就在多空重构之间。如果您想要再次的去重新体验阿哲的盘前广播，那么阿哲为大家去讲一下最近的这个活动。在现在的内部课程当中呢，我们有举办一个学习涨惊喜集卡送福利的活动，您只要能够认真学习，就能够免费获得广播。在参与内部课程的时候，您只要是一位爱学习、认真听课的同学，那么在每次听课获得口令之后，可以跟 Jacky 老师去进行签到去集卡。那么每集一个卡，您就可以获得对应时间、对应时限的一个广播了。那么这呢，可能可以为大家去延续更长时间的一个广播的一个收听。所以如果您是老同学，并且您的广播已经停止了，那么可以以此呢去跟 Jacky 老师可以去兑换这个免费的广播体验时间。以上呢就是对于指数环境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是个股的解析。而第一只标的呢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而特斯拉最近是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一个收敛的状态，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整理状态在之前是差点突破了，但突破呢没有有效，又重新跌回来了。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的三角，而当下的价格走势回调过程当中是在踩到了这一个上升趋势线以及前面这个小周期的一个下降趋势线，所以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说明底下这个支撑的反馈还是不错的。那么市场走势接下来关注一点，能不能再次的去尝试突破我们上方的这个下降趋势的压力线。如果能再次突破，那么其实说明这个压力它就开始变弱了，能够被反复冲击的压力，往往它就不再具有权威性，就很容易被有效的突破。所以当前的走势关注这个压力位是否能够去突破，也就是说长下影线只能意味着底下支撑有效，那是否能够打开上涨空间呢？要关注上方的压力是否有效的冲击，有效的突破。这是通过空间上、压力上去看到的一些信息，而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那么阿哲呢，在此之前想要把自己的分析的一个体系呢，为大家去进行一个解析一下，特别是新同学。如果是老同学，您知道的，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那么新同学可以看一下，阿哲呢，一般对于个股分析当中会经常看3个维度、3个方面去结合交易。第一个是 K 线，而后是趋势，最后我们再看到资金来作为配合。那么趋势在这之中是阿哲认为最重要的。一只个股交易时，你如果看不懂它的趋势，你做短线、波段、中长线其实都很有难度，经常也会做错方向。那么趋势阿哲一般是怎么去分辨的？阿哲呢会用几个指标来共同去解析。一个是中长期趋势的分辨，是170天 MA，170天 MA 呢代表一个中长期的走势。那么在中短周期，阿哲一般看的是彩虹带。这个彩虹带如果它是紫色的，说明波段是上涨；如果是黄色，说明波段是看跌的。而这2个指标就解决了阿哲对于趋势的研判。那么从 K 线的角度，要找到关键 K 线。那么关键 K 线呢，阿哲红绿灯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排列，去看到短线 K 线的多空。那么更加关键的一些点位，它一般会出现一些颜色的 K 线。那么一般会有3个颜色。黄色 K 线，阿哲认为是波段超买了，这个位置你再去买就是有追高的嫌疑。而如果出现了蓝色 K 线，属于短线的超跌，那短线遇到它要注意它的机会突破，容易构成买点。那白色 K 线产生之后，说明的是波段的超跌。那白色 K 线一旦被突破，说明在波段角度中容易产生波段级别的超跌反弹。而最后呢，我们再看到资金，那么底下资金呢，它如果是一个黄色块，特别是有绿柱的话，说明在当前的价位容易引发资金的抄底行为。反之，如果它出现的是一个白色块，以及呢它出现的是一个红色柱，就说明这个价位的资金是容易引发资金在这里去获利兑现、去卖出的。搭配黄色 K 线的跌破，效果会更好。那么以上就是阿哲的一个个股分析体系。那么借此我们去分析以下的那一些个股。首先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中，你会发现170天均线它已经往下在移动，而后我们的一个红绿灯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那么这里呢，从上期视频所讲到的有可能走多的信号，它再次的往反方向走。我们上期视频讲过一个买点，就是股价这里是一个运线，它突破之后收阳账上则作为右侧买点。
而最后这里是一个压力没能够突破，所以股价现在是往下去下跌。当它往上突破是上影线，往下跌破，一跌破又是个长下影线，所以当下更多的还是一个震荡，还未出现一个单边的选择，所以这里呢方向还未定。但是短线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空方占优的市场，要等待再次绿灯产生会更加好一点。而从飘带来看，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个指标带？那指标带向上就说明中短期是看涨的，而目前的170和中短期它是粘合的。那么这里也就说明了，在趋势角度，它有可能是一个低位或者说高位，怎么去区分呢？你要看一下这里是产生支撑还是产生压力。目前来讲，价格在整体的支撑之上，所以这里还作为支撑为主，在这里能够启动上涨，那么就说明目前特斯拉还是属于一个技术面上中期、短期、长期都有机会是一个低位的行情。当前的飘带最下面的支撑是321.127，这一点可以关注。而后我们再看到特斯拉30分钟当下也跟指数一样，是在30分钟产生了一个绿色柱，也就是资金抄底现象，而后有白 K 的突破，走出了一个日内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它碰到了一个黄色带啊，曾经呢也产生过红 K 啊，略微下跌，然后再转为绿 K 回归上涨。但是在波段角度，目前是在一个压力位附近。是波段角度呢，它这里也有107天均线和这个飘带的凝结，那么也就是说日线它是有支撑，而30分钟经过反弹是来到了压力，所以你要看一下能不能产生再次的突破，走上我们的30分钟的一个压力之上，把它变成支撑。那么只要这里变成支撑了，日线30分钟都有所支撑，它更加有机会能够往上去上涨。那么当下要注意的是，30分钟这里不能够再次走得太弱，太弱的话呢，日线有可能要去跌破日线的支撑了。目前是一根黄色 K 线，所以昨天最后一根 K 线呢，低点要做防守。如果今天日内收盘去跌破，那也有机会呢再次产生回调了。我们再看到日线级别今天所关注的预测值，红绿灯的产生高点压力呢是327.63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310.865啊。注意呢这两点。以上是对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这一波走势运行当中呢，你会看到在178.54这个空间的压力上，它虽然产生了突破，但是我们一直说它这个高点它跟指数比呢是相对偏弱的，因为指数它很快突破，并且很快呢走出了这个上涨，而英伟达呢是突破一个压力之后，在这根大阴线中间在震荡，它呢在等待财报，那么甚至可能有一些资金先行离场了，所以导致它在这里不断的出现10日星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而这里的下跌调整，你呢是其实可以规避掉的，因为我们前面说过，这种现象出现时就选择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一旦形成，就可能某个方面去产生大的波动。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它股价出现了回落过程时，它去回踩的一个价位是之前突破有效的一个压力171.09，目前呢涨到这个压力产生了长下影线。跟前面这里是一样的，也是一根下影线。那么这里能不能够出现止跌上行？我们更加希望在同样有下影线的地方，第二天也能够同样有反包 K 线启动的一个现象，这才能说明真正止跌有效。否则要注意171.09是目前临近的支撑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会发现，在资金方面呢，它其实出现了2次这种红色柱，也就是说，之前这里呢是出现了一个资金的流出，而最近呢又产生资金的流出。好，那么这是我们相对要去小心的一点。所谓资金流出呢，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大顶，但是它出现的频率多了之后也不太好，这就要小心它成顶的一个概率会再增加了。那我们看到它这根长下影线是跌破了我们的一个紫色带的，它整体的趋势170往上，那么飘带呢往上，所以趋势目前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中期趋势离长期趋势太远，它呢肯定在长期趋势来讲，它不算是一个低位啊，而是一个高位，所以这是要注意的。那既然它有可能会出现中期往长期的乖离的修复，那么你就不要以为趋势向好它就一直能够涨，要小心回调的可能。所以当下呢是先出现了中期的调整，那中期调整之下要看一下它的支撑会不会被跌破。目前飘带跌破时，一般看2天，这是第1天，这是第2天，我们需要用2天时间来去确认。如果跌破之后，这个位置的 K 线高点能够被收盘突破啊，也是一个反包的话，
最好能够越快站回飘带越好，那么则说明这一个波段调整还没有被危及到中期的趋势，它呢就还不至于向长期趋势去回归啊。而假如这个飘带变成了压力，甚至未来慢慢转黄色，就小心了，它呢有机会要修复一下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乖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点。从价格的角度，短线来看，目前呢依旧处于这个红灯的范围，所以目前呢依旧还没有转为绿灯的趋势，就依旧要小心。我们看一下今天红绿灯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呢是 168.501， 高点的压力呢是 175.7， 那么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能够突破 175.7， 那么它还能回归短线的看涨的一个状态，否则在这之下，我们依旧呢是保持红灯和无灯的状态，那么依旧短线也是偏空的。现在所看的是 MD 的图表，MD 呢在触及187附近之后啊，出现回落，这个回调的力度呢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个力度当下还没有去跌破左边的一个低点，而在同样的价格区间出现了2个影线啊，就说明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测出有什么支撑区啊，但是这里在价格表现上它是有支撑的。而在趋势上，如果这里并没有走坏波段的话，它只是走为调整，后续还要继续上扬的话，那么这里呢，我们尽可能希望它不要被跌破。从前期的强趋势，它的一个趋势线目前已经被跌破啊，说明它整体的一个速率啊有所改变，它不太容易像之前这样保持这种上涨，那么跟我们之前所预判的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这波调整呢，它还没有去完全破坏左边的低点，而现在如果它能够通过一波强劲的反弹，再回归到上方趋势线之上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先看 MD 产生的可能性是一个超跌反弹，那目标位呢就是上方的这个趋势线的一个压力，甚至呢如果再弱一点啊，就是左边啊这个位置的区间的压力。如果连这个区间都无法过去啊，那么这就特别的弱了。那么它的底下这个长下影线的区间就肯定会破，那么这里就会彻底走空。当下呢就是临近走空，而整体呢属于一种震荡的行情。我们再从短线上来看一下 AMD 和英伟达的处境有点相似，它呢也是离这个170有一定的乖离，只是可能会偏近一点。而它对于我们的飘带是不是也是紫色带？目前也是跌破第2根。所以这里呢有机会是一个绝处逢生，那跌破飘带要有2天确认，这里是1和2，它的高点一旦能够站上，并且飘带未产生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依旧能够延续飘带的上涨，而我们的波段也还是看涨。它不太好的就是它底下呢比英伟达还多了2个我们的这个红柱啊，它呢有3个红柱，那么这个位置出现的红柱呢，说明这里的资金离场或者说获利兑现的一个频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里只能先看超跌反弹。我们看到红绿灯上前期这里呢是一个绿灯转红灯啊，这是一个卖点，前面这里是一个红灯转绿灯为买点啊，一买一卖，有时候红绿灯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这一波下跌，这里出现红灯，那么何时会产生绿灯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所关注的低点支撑是 157.52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65.925 啊，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我们会讲一下以下这些标的，而这些标的呢数目会偏多一点啊，所以阿哲呢会简单讲一讲它的关键点位啊和趋势啊，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应该对您也是有所帮助的。第1支标的，我们来到Circle。当下所看到是 Circle 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会发现它依旧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这种下跌的态势。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从一个绿灯转为红灯之后呢，市场的走势是不是依旧往下去看？除非能够再反转出现绿灯，但是并没有啊，最近还是保持一个红灯的一个态势。而上方呢是一个黄色带，所以它的飘带属于中期来看也是向坏的。那么整体呢是整体偏空，短线、中线啊都偏空，所以目前哪怕后续有机会啊，也只能看一个反弹了。我们看一下预测值来说，低点的支撑是 133.45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43.855 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支标的我们再看到皮尔提亚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英伟达以及 AMD 有些相似的是，它也是跌破了2根 K 线，它的飘带呢也是不是出现绝处逢生的可能啊？它这里呢会不会被破坏呢？有机会，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前期这里，在跌破飘带之后，你要数2根 K 线啊。2根都跌破飘带，而后啊，它这里还有蓝 K， 那么说明短线超跌加飘带的跌破，那么这里会不会有趋势自救呢？你要看一下会不会有强势的上涨以及站回飘带，如果有的话，
这里有机会又是一个低点。我们之前在这里其实讲过，当时用的方法和现在我要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因为方法只要没问题，那么你可以反复在趋势当中去使用。目前也是跌破了第一根，跌破了第二根，而后有蓝色 K 线，说明处于波段有可能自救的地方。它唯一不好的就是底下还是有3个这个红柱啊，所以资金流出迹象比较多。我们需要有价格上更强势的表现，让我们知道哪怕资金流出，它依旧有资金看涨，这才是关键的。而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一个关键的蓝 K？ 那么我们更希望能够收盘出现突破，而后在后续上涨当中，这个飘带不要有压力，而能够快速站上，这是一个趋势能够自救，这又是一个低点的机会。哪怕这里能够反包突破，只要上方的飘带有压力，那么这里呢也容易后续再走为一个黄带，走为一个空头趋势。趋势自救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劲的表现啊，才会成功，而不能够只是反弹。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42.115，高点的压力是156.235啊，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的走势是不是也是保持一个下跌？它是一个黄带，而后呢，它目前也是一个红 K 为主。那么这一个底下的170是靠得比较近的，所以它整体的趋势呢不算是一个偏高的位置吧。但整体因为前面的下跌，导致飘带呢走出了一个黄带，黄带呢就是压力，所以这波反弹到黄带出现了一个回落。在上一期视频讲过，这里是一个绿 K 啊，所以短线上呢你比较激进的可以看涨，但空间有限啊。第二天直接又转为了一个红灯，这里哪怕你看涨了，你也要跑。好，而后现在呢保持红灯，保持呢一个空方占优的一个局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的预测值高点压力是312.91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297.925啊，关注这2个数值。当然，这个位置哪怕有反包，哪怕有看涨，哪怕有绿灯，其实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超跌反弹空间是不大的，除非后续这个飘带能够转势。那么在它不反转之前呢，它还是一个压力为主，空间呢就比较小。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啊 ，APP 呢当前依旧是一个紫色带，底下的170呢离得比较近，所以它属于一个大周期趋势，有可能还是低位的一个迹象。那么目前呢依旧是一个红 K 啊，那么红 K， 那目前依旧是个红灯，那么说明呢它的一个空方的力量依旧在延续。而我们看到昨天的盘前广播，阿哲讲到了2个支撑位它的一个空间，那么那个支撑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还是我们一直所讲到的左边的这个空间。阿哲呢只是把它细化成了这根 K 线的高低点啊，实体的高低点，仅此而已。那么这作为昨天盘前广播所讲到的一个支撑和压力，那目前是不是还没有跌破，而且它的飘带也没有跌破，说明比起 AMD 以及 PLTR 等个股，它这个回调其实目前还算强势，因为它的飘带并没有去跌破，它底下的资金流出呢也只是一根而已，相对来讲已经算是比较抗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买点，最好就是能够收阳，重新站回飘带之上，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右侧买点。这个点位是422.336，反包过去，那么会比较好。红绿灯的要求就会低一点。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是384.975，而高点的压力是412.595啊，关注这2个数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博通呢，它是属于跌破飘带第一天，所以这一天呢还不能够算是一个绝处逢生的第2根 K 线，但不是说跌破2根才好啊，它能够少跌，它不跌破就最好。所以当前的趋势呢，依旧啊还没有说很危及到波段，整体还是上行的，只是这个调整比之前要狠很多，它有2次的资金异动的现象。那目前依旧是当边的一个红灯，那么还没有绿灯，还没有出现比较不错的上涨之前呢，我们整体要小心。这个昨天高点临近开盘啊，差点是一个关头阴线，不过还不算。如果这里也一样的收盘站上飘带之上，更作为一个买点，那红绿灯呢只能作为一个相对偏左侧啊，这个买点呢可能偏左侧一点，最好还是能够站回飘带301.629。那么我们的红绿灯的点位依旧给一下，低点支撑是279.71，高点的压力是293.33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整体呢很是砍跌，很是强劲啊。最近市场2次加速下跌，它连前面的阳线低点都没跌破，还是保持一个绿灯。底下的飘带呢稳定保持这个发上，所以整体呢阿斯麦的一个趋势强度还是 OK 的，并且我们说过啊，它这个飘带和这一个170天均线它是粘合的，那么这里就是强支撑了。价格除非这么走，
它才有可能转为一个高位的可能。在此之前呢，这里我们都认为它应该是走一个波段上行，它属于波段的低位，所以还是不错的。它的资金呢是流入为主。那么目前来看，飘带的底下支撑是729.517，而短线红绿灯来看呢，目前保持绿灯，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743.833，高点压力是759.093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我们提醒过多次的小心调整，因为它是一个黄 K 黄 K 出现之后，离飘带又比较远的情况下，它是容易去回归飘带的。目前离飘带呢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已经比较靠近了。飘带的上沿是223.705这个呢作为一个支撑。那么黄 K 跌破，目前风险在一个释放，那么底下飘带作为重要支撑，而因为它的170和飘带也是靠近的，那么这里呢也作为苹果有机会是一个波段启动、波段上行的中继还不算是一个高点，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它的位置整体中期、短期整体的波段都还不算高位。我们看到预测值，它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23.54，这是红灯的判定。高点压力是228.24突破之后将会转成绿灯。如果在未踩飘带出现红转绿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性的买进，因为它不是每次都会去踩飘带，只是说飘带这里为强势回调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标准。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呢，对于飘带的回踩也还好，它没有去跌破。整体是从前面的高点有一个绿灯转红灯，而后没有出现绿灯，一路呢保持红灯，保持调整。那么当下在飘带的下沿附近，这个价格是多少呢？它是745.273，所以这里相对来讲还有支撑，没有跌破，小心跌破这个价位一跌破，那么飘带就开始要算这个1根2根了。目前是还没有跌破的，还算是在一众个股当中不算强但是也不算最弱的那一批。一样的，它这里最好能够站到飘带之上，才去作为趋势的买进。在这之中呢，作为买点的话，可能买的就少一些。这个位置的飘带上沿是764.934我们再关注一下预测值，低点的预测值是729.76，高点的压力是748.96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经过一波下跌之后，它从高位有资金流出的迹象，然后到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有可能资金抄底的机会了，因为它出现了一个低洼区是一个黄块。但目前我们依旧要结合 K 线去进行判定。K 线上呢，一路是一个红灯，一路下跌，没有绿灯，是一个单边很强势的下跌。我们要把握的红绿灯的行情，一般就是这种单边下跌，一点都没有反弹，或者说一点都没有绿灯。前期这波下跌也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绿灯，都是红灯。好，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绿灯产生才会初步止跌，目前没有的话呢，就不要着急。而蓝 K 线呢是比较高的价位，这里突破之后呢，能够作为短线看涨，但因为离得比较高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有点难去突破的。我们看一下绿灯的产生，低点的支撑呢是334.965，高点的压力是354.9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那么谷歌的走势整体飘带是不是也是正常的？底下呢170离得也有一定距离它底下这个红色块说明这个资金呢也出现了一些流出的现象。那么它整体调整力度也还算是比较弱、比较砍跌的、比较强势的。黄 K 呢刚刚跌破，高点没突破，所以目前处于黄 K 跌破的一个调整风险当中。最好今天直接收在黄 K 低点之上这个价位呢是201.4。如果今天直接收在201.4，那么黄 K 跌破的风险将会消失，因为它属于无效的跌破。目前的连续下跌，它都没有出现红灯所以整体调整呢还是多方占优。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产生绿灯。低点的支撑是196.17，高点的压力呢是201.18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它就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我们在上期说过它不能够去跌破它上方的一个黄 K 是不是在周四的时候直接收盘就跌破了？跌破之后产生这个风险延续，目前有点浪费前期的强势反弹了。前期碰到170蓝 K 突破而走出强势的反弹，这个飘带差点转颜色这样可惜的是走了一个不太想看的强势下跌，飘带呢又再次的开始要发上了。所以目前你看一下飘带的一个支撑在哪里呢？飘带的支撑呢在225附近，它得要收盘重新站在225之上，
啊，我们才能够认为它能够再次的有机会发散出这一个纸带。而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力度，红灯的力度，那么这里呢，它将容易延续这个黄带的一个发散。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9.185，高点的压力是225.5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 SMCI。SMCI 在出现了这一根仿包我们蓝 K 的一个买点之后呢，它第二天直接因为指数在下跌啊，它会连累到这种买点成功率，所以打掉了我们的止损。那打掉了就跑嘛，这一个绿灯后走为红灯，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 K 线上短线上一个再次走空，再次要离场的一个信号。这波下跌以来呢，出现了一次十日星啊，因为十日星呢不构成买点，所以这里呢依旧保持相对强势的单边下跌。难得有一次蓝 K 的突破啊，但可惜呢，它也是一个假突破。第二天呢，因为指数原因出现了这种下跌的破位，现在还是属于这种临近170，还没有去回踩170，但很靠近了。所以这个点位如果趋势不是说真的发生反转的话，这个170附近将会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啊，跟 MSCI 等个股是差不多的意思。它这一波下跌之前啊，前面也是出现了3次的这种红色柱啊，这种流出。所以像之前所讲到的 MSCI 等个股啊要小心。而目前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40.88，高点的压力呢是43.0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之前走一个震荡啊，然后最近其实也还没有很脱离震荡了，它其实这个在跌到前面震荡区间的下沿的时候，又出现了止跌啊，又出现了这种长下影线。所以说为什么不去多看它呢？整体就是前面有资金流出啊，而且流出了很多次啊，最近呢又震荡啊，所以没有太多好看的。这波下跌啊，中间呢有绿灯，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股票在震荡就不作为什么买点了，它的飘带呢又走那么细啊，目前呢是一个黄色带了，整体是紫色带后转黄色带，目前任何的上涨都以反弹看待，趋势呢有点走坏。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223.48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228.8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科尔位在蓝 K 的范围之内一直延续啊，没有消失也没有突破，但底下呢是一个黄块，那么黄块说明这里有可能资金要抄底。那么在蓝 K 出现、黄块出现的地方，你就不要随便去看空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等待止跌，等待蓝 K 消失，蓝 K 突破反包作为买点。那么红绿灯角度目前还是一个单边的一个红灯，看一下绿灯产生的可能，高点的压力是91.58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85.1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8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探底神针到来，是否真能够成立？我们密切关注。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